我从进军校的第一天起，学的就是利用地形回电，迅速查明敌情，奋力进击。是。为了报复我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，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决定在华北发动三光政策大扫荡，将所过之处杀光、烧光、抢光，以此逼迫我八路军与之决战。由于我军当时的武器实在简陋，在应对日军扫荡之时，只能一退再退。我军能快速转移，但很多来不及转移的老百姓却惨遭日军杀害。可日军依旧不满足，扫荡之际不断派兵深入我军的腹地，碰巧让一支大队撞进了我八路军的黄崖洞兵工厂，而工厂是无法转移的。日军在得知这是我军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后，当即就将这里给全部摧毁。这一幕是不是跟《亮剑》里面大家熟知的山崎大队偷袭兵工厂被李云龙用3600颗手榴弹干掉的场景相似？不同的是，《亮剑》是改编的，而百团大战阶段却是有真实的历史。当时这个大队不叫山崎，而叫冈崎，是日军36师团从华中抽调到华北增援的一个大队，如今到了华北归独立混成旅第4旅团长片山省太郎指挥。冈崎在偷袭得手后立刻向北转移，这让彭总勃然大怒。娘们细皮，一定要教训教训这个胆敢闯进门来的冈崎大队。为了能将冈崎歼灭，彭总决定让左权参谋长带队将冈崎一路围堵，引诱进盘龙关家脑一带进行伏击，而他则亲自跑到129师与刘邓、陈赓商量战役的具体部署。但在此过程中，却有一个噩耗传到了彭总的手上。10月4日晚上，国民党特务闯进你湖南老家，把你的2个弟弟彭荣华、彭金华2位同志杀害了。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彭总立马抢过信，来回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确认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陈赓在一旁不知道如何安慰，但他同样悲愤，甚至都开始后悔当初北伐之时不应该将老蒋从火线上救下来。而同样令人愤怒的是，国民党担心我军继续壮大，不仅残害抗日友军的家属，还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弹药。立即给他发电报，严惩凶手，追究幕后的罪魁祸首。你回去休息吧。失去亲人的痛苦并没有让彭总沉沦，第2天便重新振作了起来。而在当天，左权也成功将冈崎围堵进了关家脑。我梦寐以求的决战时机到了。你看，那个关家脑高地3面断崖，只有一条窄路通向顶处，易守难攻。八路军现在是既无飞机又缺重炮，让八路用尸体来铺路吧。大队长，命令立即抢占关家脑，构筑工事，准备抗击。是。在登上关家脑后，冈崎在山体布置了层层环形防御工事，特别是利用八卦阵的原理，挖掘了众多猫耳洞，使得沟沟相连，好好相通。在布置完一切工作后，便发电报联系华北的片山省太郎和多田郡，让其增派援兵与我军决战。这种精神乃我帝国皇军之骄傲，应速电嘉奖。命令太原第1军司令官小冢义男派兵增援。而在我八路军这边，彭总也做了进攻关家脑的部署，以129师386旅一部组成右翼攻击集团，由刘邓指挥，以陈赓指挥的386旅另一部和决死一纵队25团、38团组成左翼攻击集团，总部特务团和警卫连、山炮连由彭总直接指挥，配合两翼部队进攻。于30日晨6时向关家脑之敌发起攻击。